28岁没结婚，我成为家族罪人。爸爸因我一夜白头，奶奶气进医院，妈妈流泪控诉我，你不结婚是想逼死我们吗？无奈，我只能选择家里选好的对象。可婚礼当天，他们却找不着我的这个新娘了。躺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我笑着接起响了一天的手机，怎么样，喜欢我给你们的惊喜吗？在我的老家，女人28岁没结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这意味着7大姑8大姨都在担心我嫁不出去，甚至晚婚导致晚孕，以后生不出孩子。他们总说，一想到我还没结婚，就愁得整宿睡不着觉，因为平时我都在大城市工作，所以逢年过节，他们才有机会带到我。噩梦开始了，亲戚聚会，我的年纪总能成为热门话题。哎呀，今年都多大了呀？有男朋友吗？什么？还没有？那你这么漂亮，不是浪费了吗？哎呀，还不抓紧点，你堂妹小你5岁，都2个儿子，肚子超争气，你再晚点就不好生了。被夸的堂妹也在场，她一边捂嘴咯咯笑，一边向我投来得意又鄙夷的眼神。她讨厌我，我是知道的，毕竟当年她初中就辍学，很快又奉子成婚，一度让亲戚摇头叹气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一路表现优异，上重点大学后又入直达城市民企，是家族中的模范生。没想到，如今我俩都临近30岁，他已经2个儿子，我却连男朋友都没有，家中亲戚们的态度就变了。早知道就不该给女娃读那么多书，25岁前就该搞定结婚生子之事。28未婚的我，可不得成为重点批判对象。过往慈爱的奶奶抓住我的手苦口婆心，小雅呀，你不能只顾着自己快活，也不要去听网上那些胡说八道，得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。我们女人啊，肯定要结婚的，不然老了怎么办呢？奶奶去年不舒服住院，还不得靠你爸爸姑姑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，你家就你一个孩子，以后爸妈老了，你不结婚，找谁商量，找谁轮流啊？类似的话听多了，我的内心早已波澜不惊，主打一个已读乱回。对和我都明白，是我最常用的回复词。有时候对方会察觉到我的敷衍，气急败坏，你别只会啊，要行动。现在这件事就是你人生中最重要、最迫切的任务，这种还算是好应付。我会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，低沉道，不明白。如此，他们便会满意的点头，自觉又为我的婚姻大事推进了一大步。难搞的是那些行动派，我人刚到亲戚家，那主人就猛逼拍大腿。哎，我认识个小伙，和你年纪相当，你还没女朋友，这不巧了吗？我看你俩就是天作之合，我只叫让他过来。结果来了个什么人呢？离异，大我11岁，头顶还隐约可见地中海趋势。最要命的是，我亲爸妈和亲戚们一条心，头天说好只是去吃个饭，去了发现又是鸿门宴，男方和他的一大家子都坐着呢，就等我了。席间，双方家长不停暗示怂恿撮合，男方会意的给我夹菜，嘘寒问暖，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多年。我表面维持职业假笑，其实内心早已跑笑多时，所以之后我痛定思定，决定当一名积极的打工人，每逢放假前都会在群里主动老板 boss， 假期值班都交给我吧，别忘了该给的补贴哦，比心点 GIF。家里对此当然很有意见，安雅，你这工作怎么越来越忙？要不还是辞了，回来找份清闲的，以后也方便顾家带孩子。至于赚钱吗？那是男人操心的事。我翻着白眼把手机拿远，一边故意拖长音，哎呀，信号好差，挂了呀。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，毕竟我都28了，现在不为我努力就晚了。于是很快，我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同时到达的还有我爸的迫切指令，通过一下，那是我同事儿子，本地有编制，有房有车，也有意向在你那个城市买房，人很优秀的，你们多聊聊，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交往。一开始我并不想通过，但抱着一种加的好友就能暂时拦下家里公事的想法，我同意了。拖延一阵，倒是就说没感觉。正因此，我回复这位名叫廖迪的男士，总是很不走心。如果他本身也是为了应付家里，并且知趣，那我们可以形成默契，互不打扰，两全其美。可惜他不是，恰恰相反，他挺努力在聊天，又或者说打探我的底细。早上8、9点，廖迪会问我起床没，得知我已在工位，他就开始旁敲侧击。哎呀，那么早，那你都是怎么解决早餐的？提前一个晚上做好吗？还是早上起来做？晚上下班呢？买菜来得及吗？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我冷漠回复，全部外卖，我做的菜狗都不吃。廖迪便不回复了，我以为这就送走了他，结果几天后他又来关心。你朋友圈好精彩，经常出国旅游，是爸妈出钱吗？还是公司会报销？哦，你还追星，看一次演唱会花费很大吧？我故意凌晨2点才回，不啊，都自己出，我钱都花这上面了。到了白天，我收到回复，你还是个夜猫子，不过以后带娃就不怕熬夜了。我没再回他。几天后，他发来我城市的定位，看我到谁的地盘了，你这不请我一顿，不合适吧？我反手发了个国外定位，在出差。廖迪和我就这样有一茬没茬的对话了几轮。爸爸常常来打探进度，得知进展不如他意，他那个急呀，恨不得帮我聊天。我今天听说小廖打篮球弄伤了，你快关心下人家。男人啊，最吃这套了，记得温柔点，你要多主动啊。现在不是以前了，女孩子要大胆主动点，不然好男人就要被抢走了。陈安雅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别给我自视甚高，你都多大了，该结婚了，没抓住廖迪这棵大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又高兴了，小廖那边居然对你挺满意的，说你虽然不会做饭，但可以学，就是你那旅游和追星的毛病被改，女孩子家还是节约点好。哦，他还说你这工作确实挺辛苦，不过他家上面有人，以后结婚了给你安排个清闲点的。哎呀，
这回你呀，可是捡到宝了，你看几时请个假回来一趟，我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见一下。小廖说还没见过你真人呢，我还跟他保证，你本人绝对比照片里还好看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不回，没时间。那头爸爸还想说些什么，被我直接挂断，可他们实在是太闲了。这之后，我每天都能接到家里的几个电话，奶奶、爸爸妈妈说出姑姑轮番上阵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我回家见廖迪。他们个个激情澎湃，恐吓我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让我不要自视甚高，错过廖迪这么优秀的男人。于是我连他们的电话也不接了。直到某天晚上，妈妈连续打了5个电话，哎呀，你再不回来，奶奶就真要被你气死了。刚刚她都去医院了，还有你爸，因为你在家族里都抬不起头，又要操心奶奶，现在一夜白头了都。他冲我哭诉，你不结婚是想逼死我们吗？残存的亲情观驱使我回了家，可推开家门首先看到的却是奶奶和爸爸乐呵呵吃水果的画面，他们交谈的声音中气十足，看上去身体素质比我还好，合着集体骗我呢。我刚想转头走，迎面去撞上我回家的妈妈，她惊喜不已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！奶奶和爸爸也赶紧围在我身边，一时间好几只手搭在我身上，这是高兴我回来，还是怕我跑路呢？妈妈激动表示，今晚她要做大餐。我笑了笑，有客人要来吧？妈妈嗔怪的看了我一眼，不都是为你操心吗？晚饭果然是和廖迪一家人一起吃的，廖迪似乎对我挺满意，比照片里还漂亮，然后又问，今天这些菜都是你妈一人弄的，真厉害，那你以后肯定也是大厨级别，别灰心。晚饭后，双方家长借过出门，美其名曰给我和廖迪创造独处空间。他们离开前，我拉住妈妈的手，合适吗？2个未婚男女这样独处一室，她一脸莫名其妙，干嘛？你还害羞啊？抓住机会拿下他。家长们最终还是匆匆离去，门关上后，我听到爸爸从屋外上锁，我的心彻底冷啊。那天我和廖迪独自待了4个多小时，最后爸妈和奶奶回来时，他才恋恋不舍地和我道别。妈妈兴奋地凑上前，看来处理不错呀，刚刚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我反应平淡，就聊了会天，你们还想哪一步？闻言，爸爸竟是一脸恨铁不成钢，真没用，给了机会也不懂得上。我猛地看向他，试图揣摩他话里的深意，他到底在惋惜什么？自己的女儿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，独处一时，竟然没被占便宜。刚刚冷掉的心忽然躁动了起来，我能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念头，所以当晚我第一次主动打开和廖迪的聊天框。嘿，睡了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这边能接受的最早结婚日期是？两家商量许久，最终把婚期定在3个月后，先领证，再办婚礼。亲戚们欣慰于我的改变，安牙28结婚，29生一胎，32胎，总算能赶在30岁前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都完成了。而廖迪最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辞职，虽然我有一项在你那边买房，但我不想刚结婚就和你异地，我不解为什么是我辞职，而不是你呢？他笑得一脸宠意，傻瓜，我的是编制，你是私企，能一样吗？我也笑了，这3个月我先忙完手里的项目，婚礼结束后我会给你惊喜。所以回到公司后，我径直去了大老板办公室 ，boss， 之前你问我外派那事，我 OK 的，3个月后出发。爸爸看上去比我还期待这场婚礼，我忍不住问，当爸爸的不应该都舍不得女儿吗？他啧了一声，想当年他们都笑话我，没胆追个儿子，只有你一个女儿，后来你迟迟不结婚，他们又笑话我，说你肯定嫁不出去了，我要养你一辈子，这回就让他们看看，你不仅嫁人了，还嫁了个本地带编制的，我有女婿了，有半个儿子了，以后看谁敢笑话我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以后你和小辽要2个，一个姓吊，一个跟咱们家陈姓，这样我也能有个孙子了。我心下了然，附和道，那咱确实的大办特办，您的老同学，咱家的各种亲戚，您单位里的领导同事，统统都叫来，不叫个60桌以上，对不起您多年来的憋屈。很快就到了领证的日子，我和廖迪在双方父母的陪同下来到民政局登记，中途等得有点久，廖迪出去给大家买水，轮到我俩时，他刚好回来，手里提着一大袋瓶装橙汁，他先给了双方家长，再递给我1瓶，但我莫要，不了，我不喜欢喝橙汁，他不肯放弃，这牌子很好喝，我经常喝，你试试，试试就会爱上。我不得不耐心解释，它再好喝也是橙汁，我从小到大都不爱喝橙汁，我就受不了那个味，你能懂吗？廖迪还想和我辩论，被双方父母拦住，别吵别吵，大喜日子，先办正事，他才不情愿的闭了嘴，只是动作开始粗鲁，要他填表时，故意把笔狠狠摔在桌面，办证窗口的小姐姐没忍住提醒，先生，注意点素质。我能感受到小姐姐看向我时眼里闪过的一丝同情，最后的程序完成前，他还来得去，婚姻不算细哈，2位都确认好了吗？身后的爸爸听完很不满，怎么啰里吧嗦的，快办就是了。结婚证到手后，我回了小姐姐一个意味不明的微笑。婚礼前一天晚上，我表现得格外兴奋，大家都调侃我要做新娘子了，这么兴奋啊！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他们当我是默认，只有我在期待接下来的好戏。掐着时间，我以突然很想见老公一面为由，出了家门，然后取上事先备好的行李，一路畅通地上了飞机。正式起飞后，我彻底放松下来，关掉手机，安稳进入梦乡。在醒来时，你到达地球的另一端，算了下时差，也过去了10几个钟头，正是我本该出现在婚礼上的时间。刚把手机打开，就看到了满屏的未接来电，下一秒又有一个电话打入，我带着恶作剧得逞的笑容按下了接听。怎么样，喜欢我给你们的惊喜吗？来电人是爸爸。电话接通了一刻，他愣了下，反应过来后开始不停输出，
他先用老家那边的土方言破口大骂了一堆，都是些侮辱性极强、不堪入耳的词汇，很难想象一个父亲会把这些词用在女儿身上。如果我是个小女孩，估计会崩溃大哭，但我不是，我已经28岁，独立而强大，更何况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对我。当初我坚决违抗他的旨意，选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专业时，后来我不肯听他指挥回老家考公，硬是留在了大城市拼搏时，反正每当爸爸发现我脱离他的掌控范围时，他都会非常生气，这次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比起我的幸福，他更关心他的面子，他作为父亲的绝对权威。陈安雅，你他们死哪里去了？你不知道今天办婚礼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场来了多少人？你让我的脸忙哪个？您不是让我结婚吗？所以我乖乖领证了呀，领完证我可就不管了。我的态度再次激怒了父亲，他开始咆哮，你说什么狗屁玩意儿？陈安雅，我命令你，以你父亲的名义命令你，你最快速度回家来，然后跪在所有人面前求原谅，我才能考虑继续认你这个女儿，不然有你好看。我继续挑战他的底线。哦，陈叔叔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听你的呢？他又中卖起了我，像你这种不听家里话的人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等着看，看你怎么完蛋。你闹出这种事，廖家肯定要退货，到时看谁还敢娶你，你就等着孤独终老，七彩一生吧。我笑着照单全收。好的嘞，谢谢陈叔叔的祝福。电话那头忽然多了几道声音，我认出来有奶奶、妈妈和廖迪的，看来他们是发现爸爸终于打通我的电话，正争先恐后要发言。陈安雅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回家来，你已经是廖太太了，要负起应有的责任。安雅呀，奶奶又不舒服了，你快回来好不好？哦嚯，那么多张嘴，我怎么应付得过来？于是索性挂了电话。为了不影响工作，我又把他们的号码都拉黑，这下世界都清静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忙完回到住处躺下，刷起了手机，大数据真的很神奇。此刻我竟然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刷到了我自己的婚礼，帖子的标题简洁明了，远方表姐逃婚，婚礼现场爆改80岁寿宴，我来的兴趣，80岁寿宴，谁的？家里就奶奶80吧。点进去后我大概猜到了这是哪个亲戚家的小孩，也观摩了所谓的爆改全程。婚礼本该在中午12点开席，但主人公们迟迟不现身，不幸中的万幸，尽管现场乱套，菜还是准时上了。宾客们一边把菜往嘴里塞，一边闲聊，听说新娘跑了，结不成了。哦，这海鲜不错，大家快吃。新娘为啥跑啊？有谁知道不？不知道，哎，是这样的啦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份子钱都给了，先努力吃回本吧。后面1点多，主持人才匆匆上台介绍主题。今天大家齐聚一堂，是为了庆贺罗爱华女士的80岁生日。罗爱华，我奶奶的大名。宾客们虽然懵逼，但还是卖力鼓起掌，感受宴劳。下次新娘再逃咋办？他们家也没爷爷了吧？这有什么难的？给他办个50岁大寿呗。评论区都乐了，这倒奶奶的，应该都没办过这么大规模的寿宴吧？哈哈。新娘跑了，你们都还只顾着吃，人生果然没有那么多观众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除去这些调侃，评论区里竟多是对我的理解。就我心疼新娘嘛，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程度，谁会在这个节骨眼逃跑？她肯定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。祝福这个勇敢的姑娘吧，希望她从此脱离苦海。我默默给他们都点了赞，但我的 buff 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几天后，我正埋头工作，接到了 boss 的急电，你家人来公司闹了，现在正堵在前台。我皱起眉头，这可有点难搞。眼下我是绝对安全，可公司挪不了我，他们如果天天来闹，影响了公司正常运作，那我很难不被牵连。我开始思考被开除后存款还给我支撑多久，结果下一秒波罗斯又冷冰冰的来了句，已经让保安赶走了，说公司没义务管人公司事，再来就报警。一时间我竟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，谢谢老板，我没什么能回报的，只有努力工作。他只回了一个字，不过结束通话前，他给我留了句重磅炸弹，当年的我比你狠多了，你还是太嫩。说这话时 boss 的万年扑克脸上竟有了得意的笑。从对 boss 的精锐中缓过来后，我到同事群里发了红包，大概解释原委，表达歉意。有人回牛逼，高手尽在我身边，第一次离八卦中心那么近，前排合影留念。也有人说刚刚我出公司还被你家人缠了会，不过我把他骂走了，本来工作就累，还挡在我干饭的路上，不就是纯纯找骂。还有要好的同事私信我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公司是有点不和谐的声音，但要区你也不敢当面，你就当不知道呗，没准过一阵大家就忘了，生活已经够累了，谁有空天天盯着你家那些事。这样一说，我便更加心安理得了，甚至还有嫌弃批阅起来自家中的信息。没错，我并没有把他们删除好友，只是关闭了他们的语音和视频通话权限，看着他们气急败坏，却又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，很爽。爸爸依旧高高在上，不是发泄长篇大道理，就是骂我吃早完蛋，自食恶果。相比之下，妈妈好像温柔多了，她大谈特谈女人有个好归宿是多么重要，就算有摩擦，磨合一下就会好。关键的是两人齐心，把日子过下去。廖迪的风格和爸爸差不多，大骂我如何欺骗了他的感情和金钱，等我回去不会放过我，除非存款全部上交，并生2个儿子由我全支带。一开始他们发信息很频繁，气势也很足，后面见我没回复，就发的越来越少，甚至一度停止。每到这时我就会突然冒泡发勾，或者呀，他们就又会像打了鸡血一般输出，哪怕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句话。这样的游戏我玩了很久，终于在某一天，他们有了认输的意思。爸爸发信息，你是不是就想离婚？回来，我们满足你。听起来确实让人心动，但凭什么？他们让我结就结，让我离就离，我直接回复，才不要，结婚多好玩啊！然后我就没再管他们，
毕竟对面会骂什么难听的话，我大概有数，就不给自己添堵了。而且我总觉得同意离婚，大概率是个幌子，真正的意图是骗我回去。万一回去了，我大概率会失去自由，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呢？我永远不会低估人性的恶，哪怕对方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去我公司闹是第一步，骗我回去是第二步，那第三次呢又是什么招？很快我就见识到了，他们把整个过程剪辑成小视频，传上网络。刚开始视频没什么热度，更何况爸妈和廖迪都不太懂互联网的玩法，视频呈现的效果就是一个女孩毫无征兆逃了自己的婚礼，希望广大网友能帮忙寻人。但这年头大家都不傻，舆论走向和亲戚家小孩子评论区差不多，都是理解大过指责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爸爸第一时间发给了我，陈安雅，你现在滚回家，老老实实生孩子，还来得及，不然就等着被人肉，被网暴吧。你现在不回来，网友也迟早会找到你。我看着他惨淡的流量，没吱声，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吧。我终于在互联网上刷到了自己，这回他们可就专业多了。视频有一个粉丝量1000万级别的博主发布，呈现的效果也有质的飞跃，噱头很足。故事中，我被塑造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坏女人，家人生病，我不管不顾，奶奶多次对我气进医院，爸爸为我愁得头发花白，妈妈整日以泪洗面，她就是这样，对家人很冷血。我们养她那么多年，不求她多感恩，平时有来往就好了。可，撂的就更惨了，活脱脱一个冤大头，什么房子车子都是为我而买，多少年积蓄一夜归零，结果最后我还逃婚。他还很喜欢旅游和追星，次次出去都是大手笔，尽管视频里没有明说，但给人感觉就是我吃穿用度都花得撂低钱。视频最后放出了我的真名和照片，配文：陈安雅，回家履行你该尽的义务。这次讨论量很大，我的各种账号被翻出，私信挤满了辱骂，可以说我也在全网社死。当然，山高皇帝远，我本人还是很安全，只是公司又遭殃。这回同事中有意见的人就多了，但 boss 选择站在我这边，还让官方号发布声明，近日关于我司员工陈安雅的诸多传闻都不是事实，请停止网络暴力，可惜作用不大。评论区依然充斥着辱骂声，还大公司呢，这样包庇恶心员工，拉黑，以后避雷你家产品。我细看了评论区，毫不意外的发现，高赞评论都来自有组织的水军，这千万粉丝博主也挺牛。视频很多有歧义的地方，明明说很难界定它是诽谤，还是大家会错意，我顶多告个肖像权。都再次指点，要屈服了吗？望着屋外的彩虹，我笑容灿烂。莫呢，老板，我还给他们留了惊喜。在热度发酵到最高点时，我以个人名义开了直播，弹幕是一水的骂评，我没管，自顾自播放起一段视频。只是那天，爸妈把我和廖迪反锁在屋内实录下的，家里本来没有摄像头，是我提前买好，那天趁他们不备，偷偷放在电视机后的。廖迪一走，我就把摄像头收了起来。视频影像早已实时传到我手机，爸妈和奶奶回来时，我就想给他们看的。我想告诉他们，这廖迪一点也不老实，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他们一回来，就只关心刚刚4个多小时里，我和廖迪有无更进一步。听到我说只是聊天，爸爸更是失望至极。可是爸爸最失望的人是我呀。那一刻我就明白，这视频给爸妈看了也没用，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我不解风情，不知好歹。我把手机放回了兜里，并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报复。至于这视频，应该留给他真正的受众。现在直播间观看人数已突破10万，我的受众来了。视频里双方家长刚走，廖迪的手就开始不老实，企图在我的大腿、屁股和胸等多个部位游走。北魁我当天穿的是长袖长裤，才没能让他更进一步。我直接拍他的手，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吧？他一脸无畏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爸妈已经认定我了，不是吗？刚刚他们出去，特意把门反锁，不就是为了给我俩创造独处空间，怕被人打扰吗？之后，廖迪又陆陆续续说了些其他，表达了他对我的志在必得，让人感到十分不适。细看整个视频，我基本都成一种警惕和防御状态。我放出的是3分钟剪辑版，省去了后面我努力稳住局面，让彼此停留在聊天阶段的画面。这足以证明，那则视频里的很多说辞站不住脚。陈安雅父母如果爱女儿，怎么舍得把她和一个男人反锁在一起？廖迪如果真是好男人，怎么会有那些举动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我亲自打假后，发布视频的博主翻车了。因为网友发现他都是收钱办事，为了流量和噱头，没少致人血馒头。他的上一个出圈视频，竟是呼唤出逃的被拐卖妇女回到深山，只因为那儿有她所谓的丈夫和4个孩子。这博主还想故技重施，雇了大批水军，试图引导舆论。但我为替公司官号报仇，怒砸了好多个流量包，引来了足够多的真路人，他的评论区彻底失守。我还加了当初发帖的亲戚家小孩，从他那，我总能吃到第一手瓜。我爸妈和廖迪的真面目被发现后，他们开始遭受我经历过的网暴，甚至还要更严重点，因为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也被人揉出来，现实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。我家和廖家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团体也闹起了分裂，他们互相指责，一开始冲突还停留在口头，后面就刹不住车，动起了手，结果只能说是两败俱伤，谁也没讨着好。我们老家是小地方，这事很快传遍他们各自的单位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爸爸和廖迪一进单位就要被支持点点，更要命的是，领导还对他们分别下了处分，爸爸却仍执迷不悟，把一切挂到我头上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害得我跟你妈这样，你满意了？我冷漠敲下回复，还没满意，我要离婚，你们敢再整幺蛾子，网暴只会来得更猛烈。回国去民政局那天，我做了十足的准备，雇佣多名保镖围在身边，同时全程开直播，确保人身安全。
上次一战成名后，很多网友其实也在蹲后续，所以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依旧不少。这回齐刷刷的弹幕不再是恶评，而是恭喜姐姐脱离苦海。镜头偶尔会不小心拍到廖迪，弹幕就会齐刷刷转变态度，猥琐佬、丑逼、滚。廖的心里有恨，却根本没法发作。30天离婚冷静期后，我还是同样的自保大礼包，保镖加直播。很巧，给我发离婚证的工作人员，正是给我办结婚证的小姐姐。这次她看我的眼神，终于不再有同情，只剩欣慰。走出民政局，我有些意外的看见爸妈正等在门口，妈妈憔悴了许多，看见我的一瞬间，她似乎下意识想上前，却鸡蛋于我身边，声势浩荡的保镖团不敢有动作。母女到底连心，只是同妈妈对视了一眼，我竟读懂了她的内心。她想我让保镖们暂时回避，好和我单独说说话，可我并不想顺她的意，所以直接一开的目光，相较之下，爸爸就更像是在破罐子破摔。他冲我大喊：陈安雅，你现在是个离过婚的女人了，二手货，明白吗？二手货，我看以后谁还愿意娶你？到时候你就算哭着回来，跪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认你，更不会帮你。中童妈妈有拉她的衣襟，试着阻止，但完全拦不住。闻言，我第一时间转向镜头，直播间的各位都听到了吗？都来给我作证吧！刚刚我的亲生父亲说他不会再认我了，那么以后我和家里不会再来往，我们相忘于江湖。将来如果还要养老，我也只会按最低的标准给。喊完这些，我最后深深的看了我的亲生父母一眼，便直接离开。身后隐约传来妈妈带着哭腔在呼喊我的小名，爸爸则在一旁重罢不止。我也没再回头。上飞机前 ，boss 发来信息，都处理好了吗？我火速回应，私事已全部解决，感谢 boss 批克，今后工作必定加倍努力。如此积极的态度，换来了他一个大拇指点赞。飞机起飞后，我看着下空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建筑群渐渐变小，直到彻底消失。这一刻，我难免还是有些怅然。下一次回来，得是很久很久以后了吧？到时估计还得雇保镖，谁让我在这儿是真有仇家。其实除去那些糟心事，这个城市确实见证了我的一路成长，只是现在不得不说再见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毕竟落子无悔，觉得本身就是向前。全文完结。